迎收看《无聊周报》第3集。今天我们俩准备的新闻呢，我一人准备了2个，是没有提前跟对方说的，跟大家一样，就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闻，然后我们做出的反应呢，也是第一手的反应。第一次的反应是最真实的，因为这个节目本来就想像聊天一样嘛，也不想要搞得好像是在那么背书什么之类的。我找的这2个新闻呢，还蛮值得大家一起探讨的。就有位妈宝男，他由说怀孕的女友堕胎，然后这女方不愿意嘛，后来男方就改变了主意，是要娶她，说他愿意负责。他们是网上认识的3年的时间，这期间呢，他们也会因为妈妈的事件，然后有起争执啦。妈宝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妈宝是什么？我大概听过这2个词，可是我真不是很明确的知道妈宝到底什么意思。妈宝就是什么话都听妈妈的，就像个 baby 那样，没有自己的主见。可是遇上这种大事情，人很难有主见呀。堕胎也是个很大的事情，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闻，我的感觉是不懂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然后偏要扯到妈宝里。你看他报章说妈宝啊，他的报纸说，你知道报纸就是新闻是可以通过字眼去引导这个舆论的。如果我换一个写法，然后这个新闻就会让人感觉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是没错，可是你觉得堕胎是应该的没？你不能说听到堕胎好像就是错误的。如果说女孩只有15岁、18岁，男孩只有15岁、18岁，那你们说他们是生还是不生？然后看他们自己。对啊，即使是25岁，这个堕胎这个事情也不要讲的好像一堕胎就是有错，这个要看情况的。可是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女生会。对，我知道女生看到堕胎这2个肯定很敏感。重点是他们是网恋认识的，很难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妈宝。但是如果知道是妈宝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跟他在一起了。为什么妈宝是个坏处呢？如果他的妈妈很聪明呢？一个20岁的人，他听妈妈话，那有错吗？可能有那种很烂的妈妈，可是也有很好的妈妈。我会觉得不太靠谱了，大家不要网恋。虽然我说妈宝可能要分情况，然后包括我说堕胎也有情况，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案例里，我觉得这个男生是应该要负起责任的。对啊，就是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他都应该要考虑的想清更周到一楚点，再做，考虑的更周到一点。所以这个里面这个男生真的从目前来看是比较渣的。我个人来说，我是对这些特别是这种网络的这种报道，我是持很强的怀疑态度的。因为现在真的很多报道，它就是为了要吸睛对，就是什么词比较热门，他就放什么，就说就妈宝像我们取视频标题。对。我分享的这个新闻呢，是一个关于我们俩很喜欢的品牌，是元气森林。就元气森林是中国一个算比较网红的品牌。马来西亚不知道有元气森林吗？不知道马来西亚火不火？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去了。现在马来西亚这种伤，现在马来西亚是什么样的？里面有外星人了吗？今天这个新闻其实稍微有点动摇到我对它的喜爱了。其实之前我是非常喜欢它的气泡水啊，包括燃茶。它就是 YYDS， 它跟别的什么无糖可乐不一样，它那个甜喝起来没有那种带糖的怪怪的味道。因为无糖可乐喝起来它就跟原本的可乐不一样，它那个甜味会很怪怪的。可是这个元气森林你喝起来它的甜味，对，就很像是真的那个糖。我有看有人研究了，元气森林里面放的那个甜味素，它是比较高级、比较贵的甜味素，所以味道会比较好。可是呢，查出来元气森林出了一个奶茶系列，然后它上面也是宣传零糖、零脂、零卡路里，它宣传是没有添加蔗糖，但是其实它里面因为有牛奶嘛，牛奶其实里面是含有乳糖的，乳糖它也是一种糖，那乳糖也会提升你的血糖。它这个饮料没有很肥了，它只是添加了牛奶，牛奶里面有一些乳糖而已。但是呢，因为它没有做到完全真正的零糖，但是它宣传自己是零糖，所以呢就会被爆出来，它这是算于虚假宣传。好像现在出现这个问题，网友们把大肆宣传好像是很大的问题一样。但是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其实中国有段时间它的这些广告是非常混乱的，后来是有规定说不可以过分虚假宣传啊，然后不可以怎样，然后现在广告都会相对来说对他们使用的字眼比较精确一点。元气森林因为近期才比较火爆，所以大家会比较关注它。你看 B 站都是它赞助那个什么春晚是吗？像一般来说饮料品牌像这样崛起是非常难的。对，因为你知道像可口可乐公司这样，公司的体量很大嘛，他们对供应链啊，对原材料的掌控是非常强的。然后你看可乐2块5毛钱，在中国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涨过价。它的整个销售的过程中的所有环节的把控都非常强，所以像一般的这种小品牌没有办法去控制成本，是很难跟它竞争的。可是我前几天看到微博热搜说可口可乐要涨价了。
下一个新闻，就是来自妈妈的控诉，她要控诉她的儿子没有给她生活费，就是辛苦供她读书，不懂感恩，还处处伤害她妈妈。好不容易挨到他大学出来，在我们气吵霸吵之后，才给我300块钱，没关系，我们接受，心甘情愿的住在一起，替他还了现在他住的这间公寓的头期付款。1年之后，他跟我说，我现在的薪水8000，我有这些一大堆的开销，最后我剩下800块，我从800块的银行存款里抽出200，再从我的生活费里面抽出100，凑成300块钱给你。不到3个小时，我们回到运动完回到家里，他却这样跟我说，妈，我重新算了一下之后，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办法给你们钱。我是觉得独生子会比较自私一点，分享的精神没有很强，我不是很愿意与人分享，我也不是很愿意付出，是这样。因为你一直都是被保护。对，因为你是独子嘛，不管是有什么好的，基本上都给你，除非这个，因为家长很少说我有好东西不给小孩的，好的给孩子，然后孩子从小就养成一种一直获得一种享受的习惯，然后长大了之后，如果他没有一个契机去感化他，或者是说启发他，让他知道去付出的话，其实很难有这种感觉。如果他不是独子的话，我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做这样。怎么讲？我觉得不同人不一样嘛。像我可能比如说住在爸妈家的时候，虽然爸妈不会找我要钱，可是我会想办法去为这个家付一份力，出一份力，这种感觉。我是觉得小孩生下来呢，可能就是一张白纸，你怎么教他，也会很大的影响他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他小时候很好，长大了可能受环境影响，也是会变歪，也有这个可能啊。对，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句话，其实在我爸妈教育的圈里面很火的。但是我觉得我会责怪儿子比较多，父母无论如何他把他儿子养大的不容易，打儿子90下，打妈妈10下。下一个新闻，影视公司、视频平台，然后发布了关于保护影视版权的联合声明。这些影视公司跟视频平台呢，它针对网络视频创作者，大概就是类似于5分钟看完什么什么电影，半小时或者1小时看完整个连续剧，就是这种剧情解说类的这些。古阿莫啊，有点像。哎，其实古阿莫之前他也遇上了像这种类似的官司啊之类的。然后这个声明呢，其实就是他们这些公司他呼吁这些网络视频平台要更加注重影视版权的保护。说到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都看过吧。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是会看的，就是我心里面其实我是知道这种最好不要去看它了。有时候人就是很懒，没有办法，就是所谓懒就是第一生产力嘛。觉得5分钟而已就可以看完一部电影，多么的有成就感。短时间让你觉得你看完了一个电影，你会有那种很强的正反馈，你会觉得很爽，因为他们存在，然后会影响很多人就不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电影如果卖不出去票房的话呢，其实真的很影响电影这个产业，好电影会越来越少，然后拍电影的会越来越少，我们就越来越少的好电影可以看了。可是像我不喜欢看电影，可是我又好奇它多好看，我就会找那种浓缩版的5分钟来看啊，这样子也是对电影业也是不好啦。讲明白点，就像你这种不喜欢看电影的人，你就不要看就好了，不要来装作看过电影。我好奇呀，我不好奇。觉得我们俩的区别就是我喜欢看电影，可是这个我真不想看，我就不会看它，我不会好奇。你反而不喜欢看电影，那你为什么要好奇呢？这是我不能够理解的。有点蹭热度吧，既然想要知道最热门的电影它的剧情怎么样。对，可能我觉得之所以这么火，可能也是因为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就是可能他们本身自己不喜欢看电影，只是想要知道这个为什么火。不过确实啦，光看那个浓缩版的，可能有些他们很用心拍的场面画面，可能又没有放在里面。对，就是我是觉得一个电影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体验，它包括了画面啊、节奏啊，然后包括剧情啊，包括一些演员他的脸部的细微的动作，都是整体的去烘托一个电影的氛围，或者是形成一个电影的世界。它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小细节组成的。如果你只看这个5分钟的话，就是再好的电影，我觉得它也不可能把这个精华浓缩在5分钟里面。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完全是坏处没有好处，但是相对来说一定是坏处比好处大。不知道大家对这些新闻是怎么样看的呢？其实我们俩一开始拍这个的初衷也是想要分享我们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们觉得了解大家的看法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行为啦。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把你的想法留言到下面告诉我们，让我们也看一看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看的。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结束啦，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分享、评论，下次再见。